女人表面上是境外贩毒集团的大嫂，可背地里却是警方潜伏的卧底。为了尽快取得境内黑老大的信任，她居然背着上级给当警察的前男友下药，并且在黑老大的监视下将初恋骗到了酒店。起初警察叶谦还以为是对方对自己恋恋不忘，就在他以为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，不料这时女人却直接掏枪对准了他。然而女人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她在第一次给叶谦投毒未果后，导致爆黑更加怀疑他卧底的身份，所以这次他打算在10天之内一定要拿下叶谦，为后续利用爆黑的渠道销售从境外运回来的毒品铺路。而他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却没想到他的计划还是遭到了爆黑的怀疑。你说像这样的人主动下水，妈的会不会什么圈套陷阱啊？是不是得试试？手下闻言便立马就给爆黑出了个主意，准备好好的探探叶谦的底细。于是便在丹青跟叶谦约会的时候，偷偷的在他们的饮品里添加了猛料。不过好在丹青很快就察觉到了猫腻，只是在对方的监视下，他根本就不能做出任何让对方怀疑的动作。无奈的他也只好假装醉酒的样子，让叶谦送自己回房间。可结果他们刚一进门，丹青便立马就看到了房间里的监控，意识到对方不看到他们在房间做些什么，是不会相信他们的，所以丹青当即便对着摄像头开始了表演。然而此时的叶谦却什么都不知道，居然还以为是初恋要主动投怀送抱。不过好在关键时刻，丹青想到了一个不会引起对方怀疑的办法，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料，身为警察的叶谦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。只不过他却以为这一切都是丹青想拉拢他的计谋，因为此时的叶谦虽然接受了缉毒队的卧底任务，但他却并没有知晓丹青的真正身份。赚钱的方式有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帮了你。然而此时的叶谦却一点都不担心对方开枪，因为他知道对方之所以找到他，就是因为他舅舅是禁毒局的局长。想在湾能干这事，能帮到你的人，也只有我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果然此话一出，监控那头的手下便立马就相信了丹青的身份，并且立刻让人去调查叶谦的这个舅舅。而丹青眼看时机成熟，于是便故意跟叶谦到隔壁房间里打斗了起来。你的提议我会考虑考虑的，到时候我再通知你。然而就在叶谦准备跟禁毒局的领导汇报工作时，却不料刑警队接到了一起报案，一个小区里同时死了一男一女，其中女人还是个怀胎5月的孕妇，而报案人则是他们家的保姆。保姆表示，昨晚她下班临走时还好好的，今天用备用钥匙开门干活时，却发现两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？他们不是夫妻，廖先生还没离婚呢。而就在叶谦准备去调查对方的老婆是谁的时候，没想到这时医院却突然跑来一个女人，她声称自己是廖光勇的妻子，并询问他的情况。医生告诉他，廖光勇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。宋莹呢？死了。很显然女人是早就知道了丈夫出轨，所以导致警方第一时间就怀疑是他们感情纠纷引起的谋杀。可结果警方在检查宋颖电脑的时候，却无意间发现了里面的一封遗书。虽然里面的内容表明了是宋颖因为廖光勇迟迟没有离婚，才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对方在一起，但由于他的电脑并未设置密码，所以导致警方也不能确认这份遗书的真实性。不过当他们查看了楼道里的监控后，却发现自从保姆离开后，再到隔天过来，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出现过。最终警方推断这是2名受害人之间的矛盾，于是便立刻通知死者的父母过来认领尸体。可结果对方却表示自己的女儿根本就不会自杀，因为对方昨天下午还跟自己通过视频，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同时还附带了一张婚纱照。这里边一定有问题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楚啊！然而就在叶谦跟冷队准备去医院看看廖光勇的情况，并再次向他的现任妻子了解情况时，却不料意外撞见了医院里的一起杀人案，而受害者居然就是刚被抢救过来的廖光勇。